富家女带着10个小喽啰欺负穷女孩，竟还公然让她脱掉上衣。可全班50个同学全都视而不见，唯独阿秀义愤填膺。更夸张的是，富家女还拿刀威胁女孩。此时终于有男生站出来声张正义，不料一脚就被校霸男友踹在地上，随后硬生生拖出了教室。更过分的是，富家女还拿水桶扣头，穷女孩苦苦哀求，变态女越加兴奋。阿秀终于忍无可忍，把人渣约到了操场。阿秀以一己之力对抗17个小混混，富家女直接拿砖块砸向阿秀，原以为成功解决劲敌，不料阿秀安然无恙。小喽啰再次冲上来攻击，没想到阿秀一记铁头功，瞬间把小喽啰干翻。富家女拿刀砍了过去，不料阿秀竟是砍不死的小强，这下富家女瑟瑟发抖，吓得瘫倒在地。阿秀的伤口竟瞬间可以复原，连她自己都不敢置信。随后富家女的校霸男友霸气杀到，再次把阿秀打倒在地。可阿秀缓缓拿起石头，直接把校霸的脚背砸成了粉碎性骨折，紧接着把所有人渣打成了重伤。不久后，父亲赔偿了巨额医药费，阿秀也被勒令退学。只是父亲并没有责备女儿，只是默默将孩子领回了家。路上，父亲说出了真相，阿秀遗传了父亲的基因，他们是隐匿在人间的异能族。随后便带着女儿转学到了金源高中。而昨晚发生的命案引起了阿秀父亲的警惕，他独自来到发廊，想调查下老板娘的死因。可发廊周围已经布满警察，无奈只好先离开。而小金的母亲正好住在楼上，她也从新闻中得知命案的消息，并且意外看到了阿秀的父亲。原来男人是代号为九龙的顶级异能者，可现在情况并不明朗。小金母亲选择继续隐藏身份。另一边，杀手已经来到了殡仪馆，他想打听发廊老板娘女儿的下落，可通过询问得知，老板娘的女儿早在10年前就已经因病去世。杀手无奈离开，可此刻一个女孩露出了愤恨的目光。凑巧的是，此刻司机小贤也在殡仪馆，幸好杀手擦肩而过。原来小贤就是电力侠的儿子。此刻他痛不欲生，紧紧握住手里的电池，瞬间四周产生了异能裂变反应。小贤能否力挽狂澜为父报仇呢？2001年，一部《我的野蛮女友》横扫亚洲，火爆的同时，不仅让大家记住了全智贤，更让丑帅的车太贤摘得影视大奖。时隔22年后，一部耗资650亿的科幻巨制超异能组，车太贤竟化身闪电侠，再次让2亿观众爷亲回。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小贤9岁时就发现了自己有特殊的本领，别人使劲摩擦也没有多少静电，可小贤随手一擦，立马成了爆炸头，这让同学老师都很惊喜。恰好窗外电闪雷鸣，老师解释闪电也是电的一种，我们的周围充斥着无数的电流。从此小贤的心里种下了电的种子，原以为自己天生就是大英雄，不料长大后小贤连仰卧起坐都不及格。大学毕业后无奈应聘了舞台剧演员，成了一名舞台上的闪电侠，但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，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。本以为人生从此一帆风顺，不料这天下班回家，母亲竟惨死在家中。更意外的是，消失10多年的父亲再次现身，并告诉了他拥有超能力的秘密。小贤从此辞掉了剧院的工作，打算做一个隐匿在人间的普通人。可他只会运用电流，投了无数份简历都石沉大海。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，独自郁闷地在街边喝酒。可意外看到了一辆电力公交车抛锚，借着酒劲他径直走了过去，咔咔2下就产生了电流，公交车成功恢复动力。更没想到的是，司机是车队长，他看小伙是可造之材，便力荐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公交车司机。小贤很珍惜这份工作，无论严寒酷暑，都兢兢业业地开好每一段线路，把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。许多乘客都成了他的老朋友，可美好的时光依旧很短暂。不久后，父亲也意外被杀，小贤痛不欲生，可哪怕超人也得生存。小贤办完丧事便赶回公司上班，队长贴心地让他多休息几天，可小贤觉得无所事事只会让自己更难受。另一边，杀手也很苦恼，杀了好几个老的，就是抓不住一个小的。父母护犊子的意识实在够强，长毛已经半个月没有接到单子，无所事事也让杀手非常痛苦。毕竟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吃。然而这天晚上，长毛意外收到雇主信息，令他去南山猪排店追杀一个叫李美贤的女人。长毛立刻开始行动，很快便来到了炸排店。可此刻美贤并不知情，还热情地招呼客人，但很快就意识到了危险。他通知儿子先不要回家，可偏偏小金的手机没电了。母亲听到了儿子的脚步声，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어서 오세요。凌晨12点，公交司机车太贤正在追杀一个快递小哥，他加速径直撞了上去，可还是被长毛逃脱。小贤再次追上去，让长毛靠边停车，可长毛不明所以，以为对方是个疯子。小贤突然一把转弯，2辆车开始亲密接触，还擦出了火花。可长毛像个灵活的老鼠，呲溜一下就甩开了大巴车，驶向对面逆行车道，突然撞上了迎面而来的轿车。小贤无奈紧急刹车，随后继续追杀长毛。原来长毛是小贤的杀父仇人，此刻杀手却不见踪影。突然，小贤被撞得眼冒金星，他费劲爬了出来，晕乎乎的准备干架，可惜完全不是长毛的对手。Who are you?
杀手这才明白，原来面前的人是电力侠的儿子，随后决定斩草除根。可想到电力侠临死前还保护着儿子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，并没有杀死他就离开了。杀手原名法克，他是中情局从全球600个超能儿童中选出的佼佼者，从小就开始了极限杀手训练生涯，童年都在枪林弹雨厮杀中度过。孩子们被分成6个小队，然后开始玩命游戏。这个男孩是最后活下来的6强，而其他的小伙伴们都在玉米地中找到了归宿。他身上的 F 代表着编号6，而此刻韩国情报科也查到了杀手的身份，原来他是美国派来执行秘密任务的。随后，美国驻韩大使来找科长。科长表示自己知道中情局的人在韩国境内暗杀 DNTP 组织成员，但科长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希望大使及时阻止任务。可大使表示需要请示上级，但可以暂缓执行任务，这也让美贤母子俩侥幸躲过一劫。然而此刻杀手再次收到新的消息，命令他前去刺杀代号为九龙的异能者。随后长毛立马冲到了龙哥的店铺，径直撞向刚骑车回家的目标，紧接着开始碾压龙哥的身体。然而正当以为完成任务时，龙哥竟然从车底爬了出来，咔咔一拳就打破了车窗，瞬间将长毛的手臂拧断，随后一脚把长毛踩成了短毛。果然龙哥有几把刷子。随后龙哥开始查看车里的档案，不料打不死的小强再次满血复活，可龙哥是异能界的王者，随手抄起车门就砸向长毛。两人都拥有身体恢复能力，同样都是不死之身。经过300回合大战，龙哥最后竟然把车子掀翻在地，杀手终于被玻璃扎破了喉咙。龙哥本打算追问谁是幕后主使，不料长毛却问他的女儿是不是在金源高中读书。龙哥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一拳干掉了长毛，随后焚烧了汽车，以绝后患。然而第二天在女儿的学校里，意外再次发生，阿秀跟往常一样进行摸高训练，不料螺丝突然松动，篮球架砸向了阿秀。小金正准备飞身救人，可万万没想到班长再次抢跑，瞬间以光速救下了阿秀，成功躲过危险。可这一切正好被同学拍下并发了短视频，这下班长突然就成了网红。可这下小金却郁闷了，自责能力不够，竟然输给了班长。晚上他独自来到河边训练飞行能力，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快更强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金的飞翔能力越来越驾轻就熟，他已经可以自由地控制飞行速度。不料意外在天上瞥见了路上的母亲，他再次紧张地摔到了地上，母亲严厉训斥他，可他再次跟小时候一样，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自己只是单纯的想飞。可母亲突然暴怒，她不希望小金活成父亲的模样。此刻小金愣住了，长这么大第一次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的消息。他曾无数次梦到过自己的父亲，那个温暖而强大的父亲形象一直烙印在自己的脑海。然而更没想到的是，此刻异能者的视频已经传到朝鲜，领导把一名高官叫到了办公室，没想到他竟然是小金梦中的父亲。男孩意外在飞机外面看到一个男人，他径直飞向机身，随后扯出携带的吸盘，瞬间吸住了机头。他示意飞行员赶紧踩刹车，飞行员吓得一脸懵逼。男人差点滑倒，使劲抓住窗门，再次靠近飞行员。飞行员拿下耳机，终于听清，原来机上有炸弹，可副手却认为男人就是恐怖分子。此刻窗外的男人已经快喊破喉咙，时间紧迫，他无奈掏出了枪，准备朝玻璃射击。飞行员果断猛打方向盘，机舱内瞬间一片混乱，男人也被甩出了100米，幸好再次抓住舱门，可一切已经为时太晚。炸弹随即爆炸，整个飞机瞬间灰飞烟灭。男人叫金斗直，是韩国情报局能力最强的特工。这天领导准备派男人执行一项机密任务，但此前得接受组织考验。领导安排了情报分析员李美贤执行这项秘密考验任务。领导表示，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起居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侧面评估分析他能不能顺利执行任务，尽可能的跟他走得近一些。因为你是情报分析官。可美贤觉得这不属于分析官的工作范畴。领导嫣然一笑，表示咱局里就你长得还行，很多时候美貌也是一种武器。我知道你曾经也是一名出色的外勤，内勤用的是脑子，而外勤用的是身体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继续成为一名杰出的外勤。美贤无奈接受了命令，开始认真研究斗直的资料。因为同在一个单位，偶遇同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只是美贤还没有想好如何自然的接近斗直，毕竟大家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不能玩简单的聊斋。幸好美贤有高层的助攻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斗直早已经偷偷注意到了美贤，就差捅破一层窗户纸。这天斗直实在没忍住，想过去找美贤聊聊，不料美贤径直转身离开。这下成功欲擒故纵勾起斗直的好奇心。这天晚饭后，美贤在老地方等咖啡，他有顺风耳，老远就听到了斗直的脚步声。
两人终于第一次